您怎么来看最近朝俄之间的这种走近，这种关系稳固吗？实际上，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把那个对韩的关系啊放在了一个重点。因为俄罗斯的短板是经济，经济的短板是可持续性，而韩俄的这个合作呢，能够弥补它这个短板。2014年以后，就是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整个西方开始对俄制裁。这个时候，无论是从韩国方面还是俄罗斯方面，双方的那种经济往来呢，就受到一定限制。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俄罗斯成了这个西方制裁最严厉的国家，而朝鲜呢，早就成了西方最严厉的国家。那么这两个被极限制裁的国家，在当前形势下，那么俄朝走近的内在动力和利益需求越来越强。这个俄罗斯对半岛的三角关系里面呢，开始出现了一个极不对称的三角结构改变，而这种三角结构改变呢，它会对俄乌冲突的战场态势乃至整个的这个东北亚地区格局呢，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有韩国媒体就担忧俄乌冲突会转移战场，那么在朝鲜半岛这个地方，朝韩之间矛盾会进一步的激化吗？因为这个朝鲜现在和这个俄罗斯走近，所以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发展到那种程度，因为大家其实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大家瞄准的方向还其实并不是在这个东北亚的地区，在半岛这个地区，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小圈子里面，然后其实解决的是面向是同一个，都是在西部的那个问题。之前韩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更多的援助，主要集中在非致命性的装备方面，主要可能都是一些头盔啊、扫雷设备啊、探雷设备啊、防弹背心，这些东西。就在2023年的我们说下半年，可能就是年底，韩国已经释放了它的第一批这个重型装备的这个它现役的一些库存。这些东西主要是在战场里面用的这个野战工程车辆，它可能是这个扫雷坦克，然后战场抢修车，这个东西乌克兰比较缺。所以在这之后，如果韩国继续扩大它的这个对乌克兰也好，或者说通过北约、通过美国给乌克兰释放这些它的这个一些比较精尖的、它的一些前沿的现役的这个它的国防产品，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是很高的。那美国方面会任由俄罗斯和朝鲜走近吗？这个当中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吗？擦枪肯定擦枪，但是呢，说句实话，国际政治啊，玩的是战略。擦枪不会走火，尤其在东北亚地区。东北亚为什么擦枪不会走火呢？因为你要看地图，你会发现整个东北亚地区啊，无论是这个核还是这个常规的这个大杀器密度最大，军事力量的数量密度最大。然后军事基地部署的密度最大，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充满了炸药的火药桶，就缺一个导火索。但是呢，这炸药太多了，谁也不敢搁这放个导火索，这就会出现什么？历史上你看东北亚地区出现过，尤其朝鲜半岛好几次说，哎呀，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其实打不起来，为啥？后果很严重，谁都承担不起。就在俄朝走近之际，1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邀请，诚邀特朗普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坦诚，特朗普有关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的说法令他不安。如果特朗普公开谈论此事，那就有点吓人了。当然，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无法生存，这是事实。如果您能在24小时内停止战争，我想您值得来一趟。实际上，根据推算，乌克兰每年需要1000亿左右美元的外援，才能在这场冲突当中与俄罗斯打成平手。泽连斯基虽然频频对美喊话，但是大选在即，美国愿意继续为乌克兰掏钱吗？借助欧洲军援乌克兰，又是否只是杯水车薪呢？一起来洞察关键。1月15号，美国广播公司发表了对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专访。在专访中，库列巴郑重提醒，留给美国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援的时间不多了。他希望乌克兰危机在美国是一个团结的而非分裂的问题。库列巴还发出誓言，乌克兰永远不会屈服于俄罗斯，就算没有武器，我们拿着铁锹也要上。1月1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中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尽管美国国会在批准新资金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在几天前，1月11号，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就曾表示，当前美国政府通过总统提用权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已经用尽，美国对乌军事支持已经暂停。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已批准为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纽约时报》称，截至去年6月，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近1万枚标枪反坦克导弹、2500枚毒刺防空导弹、约750架弹簧刀无人机、430枚中程空对空导弹和2.3万副夜视镜。值得注意的是，1月11号，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发布报告显示，应接受最终用途核查的援乌武器装备中，大约59%未能清点到。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近4万件肩扛式导弹、自杀式无人机等武器处于无法追踪的状态。评论称，上述报告不仅引发外界对这些武器可能被盗或走私的担忧，还将激起国会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的质疑。这份报告再加上乌克兰长期的腐败和武器走私历史，迫使白宫向国会寻求更多对乌援助变得更加困难。有观察指，现在美国援乌疲软，因此美国可能交棒给欧洲国家，意味着向俄罗斯宣战。从军事的角度讲，欧盟国家在军事上单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这个军工生产体系啊没法相比。欧洲国家在冷战之后啊，它的军工生产规模很小，生产的这个速度也很小。欧洲有援乌的决心，但是在俄乌冲突中，他们还很难就是能够完全替代美国的作用。几个月来，德国执政的3党联合政府有一些政客一直在呼吁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但是就在1月17号，德国联邦议院以178票赞成、485票反对、3票弃权的压倒性票数否决了这项提案。实际上，去年10月初，德国总理舒尔茨就已经决定暂时不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因为担心该型导弹的射程有500公里，可能被乌方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担心金牛座导弹会袭击至俄罗斯本土，主要是担心因此发生德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近日，有部分欧洲国家还不断渲染，俄乌冲突结束后，俄罗斯会将矛头对准援乌的欧洲国家。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1月18号在德国《每日镜报》的一篇文章中称，我们必须考虑到，普京有朝一日甚至可能攻击北约国家。如果那样的情况发生，可能是在未来5到8年之间。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德国《图片报》援引一份由德国国防部起草的机密文件称，德国军方已经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演习脚本，为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德媒称，在文件中，德国国防部还概述了其设想的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的冲突路径。报道称，这份秘密文件对俄罗斯和西方的假想行动按月进行了详细描述。按照德国军方的设想，局势最早可能会在今年2月升级，到时候俄罗斯将再征召20万新兵，随后俄军开始春季攻势。在西方对基辅支持不力的背景下，俄军的攻势将在6月取得更大成功，并逐渐将乌军击退，并从2024年7月开始攻击北约国家。最初是秘密的，后来逐渐公开化。按文件的设想，2025年5月，北约决定采取可信飞射措施，然后以防御苏瓦乌基走廊为由，将30万士兵部署到北约东翼，其中包括3万名德国士兵。德国图片报称，北约部署这些军队是否会对俄罗斯产生威慑效果，这是北约计划于2024年在波罗的海国家举行的这场演习剧本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而在被问到局势升级的可能性会有多大时，德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表示，不愿评论具体的北约防御设想，但他解释说，考虑到不同的假想情景，即使他们极不可能，也是常规军事任务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演练当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鲍尔警告称，北约各国必须为未来20年内与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争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不是当然生活在和平之中，这就是我们正在为可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做准备的原因。泽连斯基一边要想办法筹钱，另一边还要掏空心思换人。根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1月20号报道，泽连斯基决定解除扎卢日内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且未给后者在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留下一席之地。此外，总统还决定解除沙普塔拉的乌军总参谋长职务，纳耶夫中将的联合力量行动司令职务。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有观点认为俄军会很快取得胜利，但随后俄乌进入持久战，扎卢日内被认为对此功不可没，因而成为很多乌克兰人心目中的英雄。去年12月18号，乌克兰真理报网站就披露一则民调显示，乌克兰民众对总统泽连斯基的信任率为62%，而对扎卢日内的信任度则达到88%。华盛顿邮报曾称，扎卢日内在国民中的支持率很高，倘若他决意从政，或许会对泽连斯基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扎卢日内对局势判断与泽连斯基的不一致，也让泽连斯基颇为不满。英国《经济学人》在去年11月2号刊登了一篇关于扎卢日内的文章，文章指出，扎卢日内认为俄乌冲突进入到了僵局。很快，泽连斯基在11月5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与新闻界对话的节目当中就表态，乌方在战场上的确遭遇了困难，但他否认俄乌冲突陷入僵局。更为戏剧性的是，去年12月1号，美国记者西摩赫什爆料称，俄乌双方正在进行秘密和谈，但和谈双方代表不是普京和泽连斯基，而是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扎卢日内。这让外界对泽连斯基和扎卢日内权力争夺的猜测又一次传得沸沸扬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近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不仅以激烈言辞抨击普京，甚至还责难普京全家，引发了舆论哗然。而普京呢，则表示，俄乌冲突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军手中。按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乌克兰国将不国。怎么来看俄乌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隔空互呛？我们说这个冲突的这个最主要的表现还是在这个战场上啊。但是在这之外，我们看到在外交的场合上，其实也是存在这种冲突。那么它相当于是在战场上一种辅助嘛。我们知道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舆论战，对舆论战或者话语外交，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在两国其实现在都需要这个来这个扩大自己的这个外援，扩大自己这个伙伴圈的情况下，这个显得更为重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泽连斯基啊，他本身他就有这种表现的这种才能，然后其实他也深知乌克兰这种国力的有限啊，他的这种状况，所以从这个我们看2022年2月份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多次的利用这种公开的场合来进行这个宣讲啊，其实他就是要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唤起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注意啊。那么从这个普京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他不仅仅面对整个的这个西方世界，其实也对乌克兰国内的一些这个民众来去进行这样的宣讲。就是说这个要承认这种现实。泽连斯基充分利用了达沃斯论坛这样一个国际场合，接连与美欧国家领导人见面，呼吁他们援助武器不要停，而且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说，我们会继续的援助乌克兰，虽然在美国国会遭遇到了一些挫折。那您怎么来看美国对乌援助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不确定性，实际上不仅仅搅动的是美乌之间的一个关系，它实际上还搅动的是一个美欧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于这个欧洲来讲，你这个大西洋伙伴关系，就说北约也好，什么也好，美国一直以来，尤其在俄乌冲突开战之后，美国是一个主心骨，它是个核心嘛。但是你现在因为你的一个不确定性，对你出问题了，而且你因为你国内问题，导致了你的一个对外战略方这个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一个摇摆。那么对于欧洲人来讲，就是这个乌克兰对我是一个近在咫尺，就因为对于这些东欧或者说我们叫北约东翼国家来讲，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火就在他们的家门口，就在他们的边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欧洲它一直在推动的就是一个，现在当美国抽身了，美国宕机了，它该怎么做？那绝大多数实际上，我接触过的一些欧洲方面的一些学者也好智库的也好，实际上他们都很担忧这个问题。而且他们强调的是，欧洲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找到自己的路径，尽可能的去
把这个乌克兰的这场战争能够让乌克兰继续坚持下去。那您觉得俄乌冲突有没有外溢的这种危险，包括外溢到所谓的北约东翼国家，包括跟俄罗斯这个临界的这些国家，有没有这个危险？军事外溢呢，目前可能性非常低，我们不能说零，但是非常低。原因就在于，这场战争真正的主角，美俄双方都不想外溢，俄罗斯自己无力外溢。比如说，现在欧洲呢一个最热的话题，说这个战争马上就要扩展到欧洲了，所以欧洲现在搞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说为什么搞最大规模？因为俄罗斯要接着打。稍懂军事常识人就会看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俄军现在在欧洲大陆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是进行的是战略收缩的调整。它现在集中在这个1000公里长的这个狭小地带之内，所以呢，它实际上是要就这1000公里长的战线，它都打不赢。然后和谈，我还接着打那个什么是什么腹地啊，这什么波海三国呀、欧洲腹地什么，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一种美国的战略策略。它什么叫战略策略呢？我们都知道，在国际关系当中有一个规律，就是一个同盟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有共同的威胁和共同的敌人。俄乌冲突一爆发，北约为什么满血复活了呢？共同敌人出现了。然后现在打着打着，大家打疲了，然后地主家没余粮了，美国必须要把这些的带队伍啊，这是个带队伍的策略，这队伍不能散。然后咋办呢？说他不仅要打乌克兰呢，那个还要打那个整个欧洲。其实你说，稍微懂点这个战略学的，你说一个狭小地带打不下来，他要扩大战争，那肯定不会这么做。一边是俄乌战事仍然不能消停，一边是东北亚局势紧张。无论是哪边，都能看出美俄的地缘政治对抗范围正在延伸和拓展。1月15号到17号，在韩国济州岛附近海域，美国、日本与韩国举行了一场联合海上军演。与此同时，路透社1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举行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代号是“坚定捍卫者2024”。外界认为，虽然北约未明言军演针对俄罗斯，但是从演习的时机、背景、地域以及内容等等方面来观察，剑指何方不言自明。美国在东北亚方向不断强化美日韩3边军事合作，究竟为何？未来东北亚会否成为美俄角力的新战场呢？一起来洞察关键。Steadfast Defender 24 will be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our unity, our strength. 也是很明显的。那么从北约的意图来看，主要有3方面的考量：一是彰显北约的团结；2是显示对乌克兰强有力的支持；3是对俄罗斯发出军事威慑的信号。那么北约单靠大规模的军演本身啊，我想对俄乌战场局势也不会起到直接的影响。从北约的目的来看，这次军演的区域靠近俄罗斯，主要性质还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地缘战略对抗的性质。那么北约将军事对抗的前沿东推，逼近俄罗斯的东欧一线来展开军演。那么战略上想要牵制和阻遏俄罗斯的意图非常明显。除了北约，美国还在东北亚方向也铺开布局，和日韩组建小团体对抗朝俄。1月15号至17号。美国、韩国和日本3国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此次军演是韩美日3国国防部门去年11月共同制定多年联合演习计划后首次韩美日海上联合演习。1月19号，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对此次军演回应称，朝鲜在东部水域对海啸523水下核武器系统进行了试验，以回应韩国、美国和日本刚刚结束的一场联合海上军演。5天后，据央视新闻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月24号表示，朝鲜当天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目前，朝鲜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而本月14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于当天下午25时5分许，在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中远程级别的弹道导弹。去年9月2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也发布朝方发射巡航导弹的消息。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呈现出美日韩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对峙出现一个螺旋升级的这么一个特点。尤其是美日韩正在通过强化延伸核威慑来对抗朝鲜的核岛开发。过去几年我想朝鲜半岛局势的一种脆弱的平衡，在今年可能会滑向一个临界点。那么半岛发生军事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是在上升的。当然，从目前来看，我想无论是朝鲜还是美日韩，其实都无意主动挑起一场冲突，因为这个的后果和代价
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2022年以来，美日韩加快了互动频率。去年8月18号，美日韩3国首脑峰会在美国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戴维营是几十年来美国总统度假的地方，美国往往将重大外事活动定在这里，用以凸显和会晤者的良好私人关系。这次华盛顿将日韩领导人叫到戴维营，足以看出其对会议目的与美日韩同盟关系的期望与拉拢。白宫称其将开启三边关系的新篇章。美国驻日大使更是宣称峰会有望创造历史，并将导致战略范式转变。有分析认为，这次峰会很有可能标志着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制度构建进程的开始。美日韩3国领导人会后宣布，3国政府承诺建立高级别三边磋商机制，包括建立年度领导人会议、外长、工商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年会等相关机制。此外，3方还致力于加强安全合作，包括定期举行年度多领域的三边军事演习，改善信息共享，以及加强弹道导弹防御合作。美日韩三边关系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准三边同盟的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出东北亚小北约这样一种特点。当然，严格比较北约的话，美日韩的合作的水平和机制化的程度，当然还远远比不上北约。但不管怎样，美日韩合作中所表现出的它的一种指向，包括现在在渲染乌克兰危机和朝鲜的核岛威胁，其中都充斥的是一种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这样一种冷战思维。那么，对于美日韩合作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干扰地区团结合作的这么一种危害性，我想地区国家都是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此外，今年1月5号，美日韩3国政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首次三边印太对话。韩国外交部次官补郑秉元、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河边贤裕代表3方主持了此次会议。有观察指出，自从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以来，就奉行亲美日的外交路线。尤其2022年以来，朝鲜频繁试射导弹，核导能力不断提升，韩国对美日抱团寻求安全保障的紧迫感上升。去年4月份，尹锡悦在访美前夕被爆出苦练英语到深夜，并在美总统拜登举行的白宫晚宴上献唱了一段美国歌曲《美国派》，遭到不少韩国国内民众谩骂声，斥之为国耻。有些韩国网民甚至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我们选的好像不是总统，而是选的艺人，太丢脸了，韩国总统成了小丑等等。而在对待日本外交方面，尹锡悦也不顾国内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极力讨好日本。去年5月，尹锡悦以他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欢迎仪式，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供了国宾级待遇。此前，尹锡悦称，日本已经从过去的侵略者转变为携手合作的伙伴，并在访问日本期间，他还向日本国旗鞠躬，遭到韩国民众怒评国格丧尽。反观美国，他对韩国也颇为积极，原因是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战略重心转向印太，无论是推动对华还是对俄战略竞争，东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地位都在上升。2022年5月，拜登开启上任以后首访亚洲之旅，其第一站就到访韩国，而且此访发生在韩国新总统就任10天内，改变了以往韩国新总统先访问华盛顿的惯常做法，被认为是充分显现了拜登政府对韩国的重视。美国在东北亚拉紧同盟体系，强化前沿的军事部署，实际上也有着牵制和扼压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考量。而俄罗斯与朝鲜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可以说是为了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安全利益，当然也想以此来分散美国在欧洲方向的一个战略投入上的一个精力。因此朝鲜半岛局势现在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美俄的地缘政治对抗的范围正在向东北亚地区出现一个延伸和拓展。那么这种变化给东北亚局势其实是增添了更多复杂的因素，使半岛局势现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据报道，北约将在本周开始举行为期4个月的代号为“坚定捍卫者2024”的军事演习，参演人数高达9万。外界表示，这是北约在冷战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时间节点俄乌冲突即将满2周年了，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北约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演，您如何来解读？2个目的，一呢就是
组织动员同盟动员，因为这个目前这个俄乌长期化之后啊，这个援乌也疲劳化，这个时候需要进一步的营造危险和对立的气氛，有助于带队伍建这个强同盟。但是呢，还有第二个目的也很重要，就是说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这种事态呢，进行多国联演。它的这个整个作战计划在和平年代呢，它实际上都是按照概念作战计划和行动作战计划两个层次来搞的。那么现在在整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它对整个欧洲大陆的地缘战略形势有了新的评估。那么它首先形成的军队形成的首先是概念作战计划，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多国参演的大规模的多兵种的合同作战的概念计划要深化到行动作战计划，因此这种演习是必不可少的。管理北约的这个系统，一个是北约的作战司令部，主管作战行动，还有一个司令部呢是它的改革和规划的这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主要是做未来的军事学说、概念、方针，以及对这些新的这些概念进行一个评估和分析的，也就是说它专门是指方向的。所以在2022年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把大量的武器系统都给了乌克兰，交给了乌克兰。乌克兰在战场上也使用了这些武器系统，会产生了新的数据，也产生了新的评估结果。那么基于这些评估结果、这些数据，它要对北约整个内部的这套学说和概念要进行调整，还包括了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东欧国家很多国家拿了自己原有的老装备，把一些老装备都淘汰掉，给了乌克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去库存了，然后把很多的西方的新装备又引进进来，我们把欧洲叫做一个再武装过程。那么实际上也是对这些新的武器系统，看你这些军队到底用的如何。试验场要进行一次检验，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东北亚方向，美国一直想打造一个新的三角同盟，就是美日韩三角同盟。那么，美国要打造的这样一个小三角，它针对俄罗斯和朝鲜的意图有多大？因为在日韩之间，我们都知道，它两个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实际的军事同盟关系的。而且日韩之间以前还围绕着一些这个领海主权、历史问题，然后有争议。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我们都知道，它加强了整个这个美西方集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向心的凝聚力，借着当前这个俄朝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形成这种。我们说紧密的合作也好，两者之间抱团取暖也好，因为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威胁、共同的目标。美国实际上是在借势把它这个美日美韩的两条向量彻底的把它给糅合在一起，让日韩也能够真正的形成一种紧密的关系啊，由它当真正的一个主导，同时主导双方。东北亚这个方向也是美国战略当中一个重点。感觉目前局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首先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讲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印太，我们讲叫亚太，就是它叫印太。而美国印太战略的重点在哪儿呢？在东北亚。我们就看一个数字，美国曾经战略重点在欧洲，那么现在在欧洲的驻军呢，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德国，这两个国家加一起驻军多少呢？4.6万人。然后，美国光在日本驻军驻了多少呢？5.6万人。也就是说，那个意大利、德国驻军、美国驻军加一块儿，还不如在日本一个多。那么这个布局下，我们都知道东北亚是我国周边安全的最重要的方向。而且我刚才讲了，这个地方也是全世界大杀器部署最密集的地区。因此，这个地方生战生乱不同于中东，也不同于俄乌边境。那个不生则已，一生大乱。正因为这样呢，你打你的对抗牌，我打我的对话牌；你打你的小院高墙集团对抗牌，我打我的这个合作共赢和这个结伴不结盟的牌。这样的一种博弈呢，实际上呢，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决定着这个东北亚未来的走